自从特朗普被选举出来以后，也是新闻不断啊。那最近呢，他就是提出来说要把这个加拿大就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一开始哈，我都没太注意，我想可能就是个笑话吧。但是呢，看他现在的这种态度，好像越来越严肃了。这好像真的是提到了美国的这个一个议事日程了。随着这个董王的话，他马上是1月20号就对，还有300个小时嘛。对呀、入主白宫了。大家研发白宫倒计时300个小时就能够入主白宫了啊。对呀、所以这个特朗普的现在的这一系列政策的话，真的是让人就是很忐忑不安。我们经常中国有一句话叫"新官上任3把火"。对，然后呢，最震动的就是肯定是第51个州呢，应该是在这个7号之前已经讲了，已经讲了刚好1周，应该1周之后啊，这是第1把火了。第2把火呢就是格陵兰岛，然后第3把火呢就是那个巴拿马运河。他这3把火这个力度真是太大了，这真是搅乱了这个世界格局啊。对啊，然后其中2把火呢就跟加拿大是相关的，非常的相关了，因为一个是格陵兰岛，虽然不是属于加拿大啊，但是呢，格陵兰岛在东北啊，然后呢，那加拿大自己内部呢，就要形成一个政策和决定。那现在要搞内部选举，那谁还有时间去关顾国家的大事啊？这个事情根本是没有想办法去应对。对，所以我就非常欣赏一位安省的那个省长福特的所以我就觉得呢，他是一个非常有那个政治眼光和高度的一个省长。打比方呢，最早特朗普提出那个东王提出那个51州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个土豆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他是避而不谈的。对等于是人家这样所谓的。可以说是一个羞辱了啊，所以你是一个国家来的，怎么变成人家的一个州了？其实就是当面的一个羞辱。但是呢，他没有回应啊。然后呢，反而是回应的时候呢，是那个福特省长的回应就等于但是福特省长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他知道了整个枫叶国的实力跟。美丽国呢，根本没有办法对衡，不是同日一个就是一个拳王跟一个小孩子去打拳，那打不赢的。但是呢，我看到很多媒体没有把他的一些讲话，就好好的去推出来，反而是大家这个关注点没有关注他讲的内容。所以我是非常关注那个福特省长讲的话的，因为我就想我是看到他的回答，他就说美国和加拿大是可以合作，但只是在经济和贸易方面是可以加强合作的，但是他也没有提这个51州的事情啊。他否定了这个他直接否定了这个说法否定了这个说不可能但是呢，因为明知道我们跟人家谈判的时候，人家的需求跟你的需求是差太远的时候呢，那肯定是避其锋芒不要在这个问题跟他纠缠了。是，所以你如果大家如果一纠缠的话，那就变成就不欢而散了嘛。所以他把这个说他是非常有政治智慧和谈判策略的一个福特一个省长这非常有政治策略。他说主要的矛盾就先把它放开说也大家就不要再提那个51州的问题，他反而把重点讲在合作，应该怎么合作，在迎接这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纪里面呢？美丽国跟枫叶国应该它是怎么样一个合作的关系？那合作的关系当然是该在经济嘛，因为现在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民生的问题，那没有涉及到什么所谓的外部战争什么问题，那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的关心的问题的重点。是，其实我觉得董王呢，他也是非常有那个智慧的，他其实非常聪明。他讲的重点呢，他就是整个北美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话题。是的，这经济是最重要的，它是真正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北美的共同市场、共同体，对北美的共同市场。所以它往北那肯定是加拿大了往南就是墨西哥湾，把墨西哥湾如果这样完成他的梦想的话呢，那整个北美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了。是，那就在世界上真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抗衡了。对啊，基本上就是国内的那整个力量了，等于是那个粤港澳大湾区是能够跟它能够平衡匹配的这两个实力因为大家算一下那个人口也是几个亿的人口，然后呢粤港澳大湾区也是几个亿的人口，然后呢整个也是
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人才的汇聚地啊。是，所以呢，就说这特朗普这个人怎么说呢？哈，就是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他，因为他呢就是属于那种个性化特别强的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好像没有说那么严谨啊。但是很多美国人是真的是非常挺他的，因为他呢哈，我从一直就是关注他哈，我觉得他的一个很根本的点就是美国利益高于一切。他把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呢是看得高于一切，只要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他都可以去做。因为我最近也在跟一些朋友呢聊，我说你们愿意吗？假如说加入到美国，他说为什么不啊？那最起码特朗普能力比加拿大这些总理能力强太多了。对，那加拿大可能会很快的就是经济繁荣了，然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了。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哈，这个51州这个事情，如果从一个笑话开始，那到最后慢慢的，如果美国真的想实现这个话，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是巨大的可能性的。对，我觉得应该这个肯定是，你说北美成为一个北美共同体，这是肯定是指日可待的。对，我觉得应该很快的，可能1、2年啊，1、2年之内呢，这个计划就会实现了。因为呢，为什么呢？其实呢，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概念，就到2024年之后，整个世界呢变成是2大的经济发动引擎。那其中一个是在北美，是引领整个世界的那个经济的发动机引擎；另外一块在那个粤港澳大湾区，这毋庸置疑的啊。我在大概4年前就已经提出这个观念了啊，已经提出观念。像现在最新的就是福特提出的那个叫，首先从安省或者从那个占了加拿大1/3或者2/3的那个工业产值的那个安省呢，这整一块呢会跟美国这一块美国的东北部、东南和东北联盟变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经济体。那其实产生的那个效益是非常巨大的，是的，那肯定非常厉害的。对，所以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说你包括土豆的政府啊，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观念啊。你说你人家那个董王说你什么51州，那你都无言以对，然后整天说哎呀，我要跟你改善关系，改善什么关系？是的，改来改去，本来就是我本来就要跟你合作，或者要怎么去大家联盟？那你说啊我。一点计划都没有提出来，这是水平问题。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思想。对，就像你说的，如果特鲁多这个政府呢，如果赶快下台的话，如果新任的总理呢能有一些新的一些好的这个方案，跟美国呢得尽快达成一个协议才行。